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呢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我係廖二平。台灣嘅山那有60.7%，生態資源都豐富。政府喺按多年來經鼓勵草林，唔過數外森林愛動有嘅時間成本未動高，所以實際上林農敢若只是草林生活其實都難。為到實維持山那功能，有實提供林農嘅整體收益。農業部林業保育處喺按多年來推動林下經濟計劃，希望為山那從草行卡到附加價值，提升林農經濟。指定強從內地報道投資時，外先來看到林下經濟嘅目標，同一下愛面對愛克服嘅困難。那麼台灣係用順推動同執行嘅農。來看記者吳志軍同李明等嘅報道。山那杜洪強有用嘅，忙嘅有不利，行卡重要嘅係含有豐富嘅生態資源。等等鏡頭，來到咧苗栗南中嘅山洞谷，一隻葉看那個去，啲野草樹林底下種嘅樹頭香菇起。老師，嘅一樹頭用剝皮嘅呐？嚟看一下，會唔會有嘛？冇。你看一下，係碰梅樹咬嘅啊。種樹頭香菇嘅農民黃建比，當地嘅同前比，咪就係國內嘅古業專家，同時咪嘅樹頭香菇線上嘅流傳法，將搞一步嘅種樹頭香菇遇到嘅難題。線上嘅按睇筒嘅樹頭嚇，要有睇筒有細筒嘅樹頭啊，因為要如何讓它這麼大根的樹啊，產量可以提高。一片山那係黃建比加從面路嘅地，未係原住民保留地。不但做頭那麼作為18年嘅佢，將年前嘅天同也保養，強下進到家鄉苗栗，做林下經濟、種樹頭香菇嘅工作。然後我把拿腳頭啊，一隻一隻種好來，把它鋪比較平之後，然後我們再鋪這個一枝席啊。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樹放在這邊，啊，形成就是應該是說，這是一個很天然的一個環境。那我們讓香菇放在這裡，它長出來的籽也是最天然的。喺樹林底下種東西，為克服遇到嘅難題，所以嘛該按到林下經濟咯。其實就係利用林體生態同環境，喺樹底下經營山那嘅副產物，甚至發展環境教育同旅遊觀光。咪就係混合的林業同農業嘅一種經營形態。每年的農民如果以這個林業經營為生的這個生計啊，其實相當的少哦。為了要讓農民能夠在他經營這個造林事業的過程當中，能夠有微小的這個收入，哦，作為他的附帶的收入，可以支撐他的生計。那我們在105年左右就啟動了林下經濟的這樣子的一個計劃了。農業部林業保育署喺民國108年開放林業用地經營林下經濟申請，現時做地經營嘅7種品項，包含嘅樹頭香菇、木米、台灣金線蓮、喺樹底下育膨嘅台灣山茶、馬南韓國用len頭。唔過為到唔會破壞山那，林業保育署規定，田種嘅合乎，確保山那本單嘅樣貌含個功能，維持山那漆皮，含個唔用除蟲除草藥劑，含個化學皮料，生態顏值。我們種在地上的這些農作物的品項啊，其實還是要透過相當的試驗評估，確認它的經營過程不會造成我們森林的退化。不會影響我們森林的功能啊，然後呢，它的經營行為必須要符合什麼？它不施用農藥，啊，不施用化學肥料，啊，然後呢，它要這個維持森林的原始的樣貌。為到佢合乎山那嘅保育規定，也到農友種樹頭香菇，唔過要清潔度到拍嘢，係動態嘅考驗。因為樹頭是當講我有給芳葉，那因為我是選擇用有機的，那所以其實我有噴的就只有噴水而已，冇用芳葉藥嘅，也係蝸牛的一些藥物。那
很多时候就是会因为这些的昆虫而减少。主题要重开，还会面对强嘅压力痛苦嘅情绪。不过王建斌还去坚持用有机无痛嘅方式来做，未做地维护好山那本地嘅用嘅。我们不能因为说，为了我的收成，然后我去抓了山羌，然后或者是我去驱赶了山羌，所以我就按农业吼，第二来说该注意色啦。哎呀，其实报给资源作为，社报其实他就会离开了。强用这种树头香菇嘅地饲料，古调就佢啲推动嘅國有林辦鐵路項。政府2019年公告咗啲申請林下經濟家下，佢就停定申請。政府叫冇開放，種唔係人種啊嚟啦，唔係人種，難免人種嚟種農就種保守環條。有談到講，有消息就是講，有呀，林下經濟吼，就想佢要按好機器，就夾就。強用其種植嘅方法，咪係用天然嘅方式來防噴葉一條蟲害。天下佢都搬咗啲菩薩頭，唔會要殺嘅。螞蟻佢唔會上嘅樹嘅，噴葉啦。噴葉佢唔會嚟適應嘅菇嘅。做題種樹嘅，還做地到一份屬於農業美好。不過種樹條香菇還有青態貴克服嘅難題，就佢愛要種嘅水源。係講水源唔大，種成功嘅基地就動大。不卡有石油電梯嘅流傳法，就算係有種樹條香菇嘅技術，不過還係唔敢啲自家嘅電梯空來種。離下種椴木香菇唔像條菇按用雨水比較多，離下極端氣候的關係，所以我們不在山上種，是因為冇水、冇天。冇涼風吼，樹香菇種唔得呢，冇水質種唔得。我們在這樣的經營過程，其實都有允許他們可以申請，搭設這個儲水桶。那這個儲水桶其實是目前市售，不管你是用塑膠、橡膠還是白鐵、鋁合金這樣子的一個非固定的設施，我們都是允許的。也就是說，如果在你的地方水源不足的時候，我們可能就不會建議你去做取水性很高的這樣子的一個栽培。嘅土地方有種那條樹種，瓊芽片。捧樹。捧樹。對，因為那個捧樹在斬水時節，它比較耐倒，它那個皮比較不會受傷。用石爐倒下去皮就爛脫嘞。也就種香菇，該皮要比較完整，要凍漿啊，這很多雜菌。現在冇水源，流傳法係結天改變方式。參加啲林體後，種比類合適哪類種樹頭香菇嘅樹種，未創造出另外一項嘅林業價值。因為政府該林下經濟的政策，所以倆闊葉樹就是香菇樹啦，愛上較思維較好啦，所以愛2年前就開始來種。但是4年後來斬不一定有按用的較思，因為底下搶盲人來斬，還有。種嘅人可是講較少啦。事實上，種樹頭香菇除咗為克服水源嘅問題以外，道路交通咪係其中一個難題。問題係希望山檔做得快路，山檔路唔是動態條，有2米或3米寬也就會搬運車做得去山檔做些那就可以降低我們生產的成本。沒有路的話，你想一想，你那個成本多高，規模一定也做不起來的嘛。可是這個東西其實都沒有在當時的配套的措施裡面來做，變成實際上的人在處理的時候，你會發現，可能開路的申請，這個又要跟他另外一個單位申請，又要什麼的。即使是在同一個林業及保育署底下，都會產生這樣子的事情。其實養蜜蜂來講，或者是在椴木香菇的部分，其實都對於它的交通動線上面，其實都有一些運輸上面的需求。所以假設它剛開始並不是這麼合適的話，我們的分署這邊地區分署就會協助它再選擇適當的地點。同時，除咗樹頭香菇，甚至啲林下種植經濟，沒有幾天難度嘅小朋友。地邊碰上嘅規天數量，韓國申請資格，未認證限制1度，本但1度上過此困難嘅碰農就直接放棄。不過想講，你擺幾種古有林地
树木又方便。第一只多片那神像就卡多，哈当初讲一片那个机关团体啊，像了10年的话，像神像就无安尼机皮，完全无安尼机皮。所以讲，你像彭龙神像，做林下建议，唔要讲动太皮啦，唔要像彭龙动多蓬的啊。如果声音是像安尼，叫落去就无法吐的，就会卡多。所以神像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有一些的长熟的问题啦。所以而家嘅神像上会有一些的，唔要讲有当有困难度啦，但是如果有较行程做行较久的时间啦。林业保育署讲，针对神像资格同调查，未来会持续检讨相关规定。那也针对专业蜂农这边的需求，我们跟农粮署都持续在检讨相关的规定啊，也就是说，包含他们的申请程序可不可以简化啦，还有这个怎么去衔接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可能希望能够放再久一点的时间，不要只局限在很短的时间内。那在于他们放置的时间也有在做同步的检讨。弟弟人讲哦，你做伙上古的生出来的时间，对吗？你等下你会10块呢嘛？吃10块呢哈，好吗？那讲伊林下经济喺讲话发展都行较好，其实还会结合神农教育某种嘅生态旅游。将佢往前边就打帮神农教育体验，本游客认识塑料用具，成功打造了多年嘅经济价值。来到这边之后，不会说就是真的只知道说这边有很多东西好吃哈，要让游客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怎么种。好，包含小朋友也知道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种，我们如何种。那借由五感六觉，好，去让他们去触摸也好，去闻也好，去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原来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生产。采香菇好玩吗？好玩了，那你要讲好玩。好玩。那你喜欢采香菇吗？政府也按当年代，每当促进富土林下经济嘅计划，用得用业产业来做发展。不是说单就林下经济本身啦，林下的经济作物的这些农产品其实买得到啊。那他也会为了说，我去参访一下他的这个养蜜蜂的状况啊，椴木香菇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办法 DIY？ 我种一盆台湾金线莲带回家也可以。所以这些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经济效益。你可以变成是结合森林疗愈，结合这个食疗的概念，你带到你的现场的场域哈，然后来做了，然后做出来你的这个食物，然后你可以吃，然后呢，当然过夜是最好，没有过夜的话你就要去结合以森林为背景，包含食物的生产，包含它的疗愈的环境。包含它的整个这个赏鸟啊等等这些活动，你不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品质，这样子的一个游憩品质，当然可以符合这个所谓6级产业了。做睇多年发展，有学者们提出，政府做得大帮三拿相关嘅认证体内，比林下经济商品总认证和工验证，还可做得提升消费者嘅认同。这个政府部门说我要管理土地。我要怎样让这个土地不要受污染？那我们要去希望大家进来了之后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倒回来，民众他希望我的是怎样？规模可以大一点，那我能够作业自由一点。那这个就是变成，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推林下经济这一个问题的症结点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条路？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谈的 FSC。就是森林认证的这个体系。林业保育署表示，除了有富土初级农产品嘅加工机关，每天天内推广产品嘅验证制度。我们目前在各地有生产具规模的这些林下经济的产品，逐一的去做农产品的这个验证啊。那我们会由辅导验证，还有最后验证通过之后，再贴上我们目前林下经济的。这个验证商标验证标章了那这个部分会让林下经济的产品的能见度更高。台湾三拿嘅总面积有229万7000公90公顷。专家学者认为，
有按珍贵嘅生态资源，系讲大帮林下经济创造汉卡国嘅附加价值。同时，做地啲永续经营环境概念下，结合认真同友好嘅管理制度，唔但将做地上后生人增加用种树嘅，提高草地同创业嘅机会，汉卡做地展现山那资源嘅经济力同生命力。